各位朋友，大家好。万历10年的6月份，被大明王朝鞠躬尽瘁了几十年的大明首辅张居正不幸去世。这位平民首辅终于是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同时也是以他为荣的他的故土江陵，也就是现在的湖北荆州市。而自他去世以后，准确的说是4天以后，第一封讨伐张居正的奏折就放到了万历皇帝的御案之上。那些曾经被张居正压制了很多年的文官们突然的就躁动了起来。明明是6月份，却忽然让人有一种惊蛰时刻的感觉。甚至有的人是放下了刚刚写了一半的对张居正歌功颂德的文章，马上就能写出另外一篇更符合他们心意的骂张居正的雄文。文人们是以笔为刀，引经据典，有的甚至觉得这样都很麻烦，干脆把蘸满了墨汁的笔插入清水之中，这样就把清水变成了一杯污水。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泼向了那位为大明王朝延续国祚几十年的张居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年泼向张居正的那些污水。有人说张居正挟私报复，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法办了少年时期曾经欺辱过他们家，并且罪死他爷爷的辽王朱献杰。还有人说张居正贪赃枉法，在他家中超出了黄金1000两，白银10000两。张居正是一个妥妥的贪官。有人说张居正骄傲狂纵，他出入坐的竟然是32个人抬的大轿。有人说张居正平常的生活是奢华淫逸，身边的妻妾众多，他本人也是房事无度，为此呢，要经常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为他进奉的海狗肾。而且最后张居正就死在了这个淫字之上。更有人说张居正实际上是与当时万历皇帝的生身母亲宫中的李太后有私情，甚至还有诗为证。我以前说过，张居正不是一位道德完人。万历元年的时候，大明朝的财政收入，他的菜仓银的结余是负200万两，粮食只够当年的食用，甚至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出来了。而到了万历5年，太仓银的结余达到了400多万两，粮食够好几年吃的。张居正如果想让自己做一个道德完人，行为做事完全按照众人所认可的标准来进行的话，那么他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在同时代确实有一位道德完人，这位道德完人对张居正也有过8个字的评价，说他功于谋国，拙于谋身。不过不知道这位海大人会否扪心自问，如此精于谋身的他，又与国何异呢？张居正的为人处事确实是有一些不当之举，但他真的有当时的那些人以及现在的一些人说的那样不堪吗？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盆污水，这也是大家现在经常听到的，就是张居正复仇于辽王之事。在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皇帝接到了弹劾张居正的那些奏折以后，最初他并没有想动他这位曾经非常尊敬的老师，他只是将张居正提拔的一些官员撤职，而且很快还处置了冯保。对于张居正，万历皇帝的意思是他确实有错，不过呢，念在他劳苦功高，算全他以始终吧。但差不多是在1年以后，一封来自于辽王的生身母亲王氏的举报信，成了压弯稻草的最后一头骆驼。在这封举报信中，王氏说张居正挟私报复，诬陷他的儿子辽王，并且侵吞了他们辽王的田产。为此，万历皇帝命人彻查，并且随即对张居正家族做了最严重的处罚，即墨抄家。张居正报复辽王的这个故事呢，很多人现在还津津乐道，并且把它当做一个励志的故事来讲。这是说呢，辽王当时的封地就是在张居正的故土江陵。张居正少年得志，15岁就中了举。
自然，这样张居正也就成了他家乡人心目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辽王的嫡妃毛氏也非常希望当时还是辽王世子的朱献杰能够从张居正身上学到点什么，所以经常在世子面前提到张居正，甚至还有一次请张居正到家吃饭，并让张居正坐在了上首的位置，明明的就是给他的世子难堪。朱献杰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没有儿子，朱献杰是视他为嫡母，他的生母就是后来告状的王氏。朱献杰觉得很郁闷，堂堂的一个辽王世子，竟然让张居正这样一个军户的儿子抢占了上风。因为身怀妒恨，所以他有一次特意请张居正的爷爷张震喝酒，最后竟然醉死了他。俗话说莫欺少年穷，张居正后来考中进士，当了大官，后来又做了首辅，再后来就是张居正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已经是辽王的朱献杰展开了报复。最后朱献杰被贬为庶人，关入了高墙之内。这个故事是记载于清人所著的《明史》，至今仍然被很多人，甚至是一些知名的学者提及，甚至还有人把这当成了君子报仇10年不晚的典型事例。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咱们先说这位辽王，辽王被惩处是在隆庆元年和隆庆1年的事情。那时候的张居正虽然已经入了内阁，但不过是内阁6人中排名最后的那一位，他远没有后来做首辅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轻易地动一位藩王。再有说张居正与辽王结怨，这点也让人觉得可疑。辽王嫉妒张居正的才华，这个完全有可能，但他会不会因此就杀了张居正的爷爷，而且是用那种奇特的方式醉死他，这一点就颇令人起疑了。大家如果看过《明实录》中对这位辽王的记载，就知道这位辽王杀人从来不会那么麻烦。据《明实录》记载，这位辽王是为恶乡里，他杀人从来就不需要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什么手段。这位辽王经常带着随从们在街上行走，看到了良家妇女中长得好看的，就拉到王府实施强奸，甚至对他自己的宗亲也不放过。他曾经看上了一个相当于他祖母级的宗亲的母亲皇氏，觉得皇氏长得好看，他就将皇氏抢入了府中，实施了强奸。皇氏不从他，他就将皇氏饿了6日。皇氏不死，他就将皇氏直接放入了棺椁之中，扛到城外，以火焚之，将皇氏活活烧死。这位辽王与他的表兄当时的嘉靖皇帝一样，酷爱道术，而且还不知道从哪儿学了一些邪术，而修炼这种邪术要拿一些有生气的人头做药。于是辽王就命令手下去街上割下了当时醉卧在街头的平民顾长宝的头颅，供他的修炼之用。大家想，以辽王这样的行事作风，如果他想报复一个当时的军户之家，一个平民，他会用那么麻烦的手段吗？还要摆个宴席，还要请张居正的爷爷在一起饮酒，然后还要让他故意喝得很多，而且还要保证让他醉死。他怎么保证他会醉死呢？喝醉的人是很多，但真正被醉死的那还是极少极少的。所以有可能的情况是，王府确实请过张震喝酒，那是为了庆祝张居正15岁中举，为他们的家乡争了光。张震在酒席间也可能喝醉，但他最后的死却与辽王无关，有可能是酒后引发的一些疾病，毕竟张震那时候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张居正爷爷的死顶多算是一次事故。即使说辽王不在乎身上再多一条人命，但把张居正爷爷的死归罪在他身上，还是有些太牵强了。在隆庆元年的时候，辽王被告发，这与张居正也毫无关系。当时是由另外几名御史联名告发的，所以身在内阁的张居正有可能推动了这起案件的审理。张居正深知这位封地在自己家乡的辽王的罪行，而作为内阁阁老，惩治这样的恶霸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于私也是为了乡里除害。
所以张居正即使推动了这次案件的审理，让辽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也不能被称之为挟私报复。况且按照我们刚才的分析，张居正和辽王之间可能并没有什么过深的仇恨。如果辽王并没有害死张居正的爷爷，那张居正对他刻骨的仇恨又从何而来呢？挟私报复又从何而来呢？而且最初举报辽王的行为背后的推手，很可能是江陵附近地区其他的朱姓王爷。因为列属辽王的10几条罪状中，排在第1位的竟然是说辽王立花生子为嗣。所谓的花生子，这里和花生仁没有任何关系。花生子指的是辽王府中的那些歌女舞妓们与辽王所生的儿子。大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规定，能够承袭王位的只能是王爷与他的正妻或者是正室的妾室所生之子，与那些歌姬舞妓们所生的孩子不能算数，他们都被称为花生子。而辽王因为没有正式的儿子，又不想失去这份世袭的产业，所以他就让自己的一个侍妾所生的儿子改名做了他的世子，立花生子为嗣。这个罪行呢，说起来并不是非常严重，与辽王的其他罪行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很远，但仍然被列为10几条罪状中的第1条。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背后的那些江陵附近的朱姓王爷们，他们看重的是辽王的田产。如果辽王没有子嗣的话，那么那些田产他们就有机会占为己有了。张居正被举报侵吞了辽王的田产，这一点呢也有点说不过去。在明朝，朱姓王爷的田产在被去国以后是要归宗正统一管理的，那是皇产，大臣是不敢轻易染指的。张居正即使是再贪，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动皇产。天底下那么多块土地，动谁的不好，非要虎口夺食。最后那些辽王的田产，我们估计很可能是被江陵附近其他的王爷瓜分了，这些应该都与张居正无关。在《明实录》中并没有张居正与辽王结怨一说，只是列举了辽王的种种罪行，说明辽王被处置一点也不冤，没有被处死，已经是隆庆皇帝手太软了。如果觉得《明实录》孤证难立的话，那么写于万历17年的《国朝宪政录》对辽王的罪行有了更加具体的描写，同样也没有提及张居正和辽王结怨之事，或者是张居正侵吞田产之事。顺便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叫焦弘，是当年张居正执政期间反张的官员之一。咱们再来说说张居正贪腐这件事情。当年万历皇帝决定查抄张居正在湖北的老家的时候，当时办事的那些文官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他们在第一时间火速派人通知江陵的地方官，让他们马上查封张府的大门，一个人1文钱也不能离开张府。等到从京城出发的负责查抄的官员来到江陵的时候，已经过了10几天，张府中有19个人已经被饿死了，其中包括3个孩子。就在这样的严防死守，唯恐张家转移财产的情况下，到底查封了张府多少银钱呢？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江陵原住宅内金2400余两，银107700余两，金器3710余两，金首饰900余两，银器5200余两，银首饰1万余两，玉带16条，蟒衣绸缎纱罗珍珠玛瑙宝石玳瑁尚未清点。总共所谓的现金也就是黄金2000多两，白银10万多两。如果因此就将张居正定性为贪官的话，那张居正实在是太丢人了。张居正做首辅做了将近10年，隆庆元年的时候，张居正就已经是内阁阁老，到万历10年已经是16年在高位之上。16年的高位还有10年的首辅，才贪了区这点银两，和同为首辅的贪官严嵩相比，
那实在是太丢人了。严嵩贪了多少？光净银就200万两，黄金13000多两，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贵重物品是不胜枚举。就这么说吧，严嵩所有被抄没物品的清单居然能够写成一本书，叫《天水冰山录》，总共6万多字。在张居正被抄家之前，也同样被抄家的冯保也搜出了金银100余万两。不管是严嵩还是冯保，他们生前的权力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张居正，而张居正仅仅贪得了这些银两，实在是太给贪官丢脸了。就这个数字，恐怕还比不上现今的一个处级干部的零头吧。有些人可能会说，这并不是什么数量问题，贪100万两是贪，贪1两也是贪。只要张居正不能说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巨额财产的出处，那么他就是一个贪官。那么张居正能够说清楚吗？张居正自己肯定无法解释了，但是我们可以帮他分析一下。在张居正去世前的10年，他一直在朝中担任要职，他同时兼任着4个职务，一个是纵一品少师，一个是纵一品的太子太师，同时还兼任着正2品的吏部尚书和正5品的大学士。也就是说，张居正在他去世前的10年，每年可以领取4份俸禄，而这4份在当时来说都是高薪。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查找张居正的俸禄到底是多少，但毫无疑问的是，他肯定是在当时大明朝中拿薪俸收入最多的那个人。有人说明朝官员俸禄非常低，所以这几项加起来估计也没多少钱。首先呢，明朝初期确实官员俸禄很低，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官员的俸禄有了明显的改善。除了正常的收入以外，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补贴等等。而且张居正在隆庆元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内阁，拿的也是阁老的薪酬，也拿了6年。除了俸禄以外，张居正还有一份收入，就是来自于皇室的积赏。明王朝有个习惯，每次逢年过节，皇室都要对自己所倚重的大臣施以赏赐，赏以金钱。当然了，这个金额是有礼法规定的，不能太高，也不会太低。在万历朝，因为当时的李太后对张居正是多有倚重，朝中大小事情都是为张先生的意愿而定，所以李太后每次对张居正的赏绩也都是按最高标准发放的。李太后如此，那另外一位皇太后、皇后以及万历皇帝，他们的赏赐自然也都是按最高规格发放。据史书记载，皇室对张居正个人的赏赐有这样一句话：赐祭优渥，皆古今旷绝未有之典。这些还只是每年例行的赏赐，还有那些特殊事件的赏赐，那就更多了。比如说万历5年，张居正父亲去世，皇室几个主要成员给张居正的礼金数额都是非常的巨大，不光是礼金，还有大量的物品。万历10年，张居正本人去世，皇室给出礼金的数字更是惊人。既然皇帝与两宫皇太后都已经做出了表率，那其余的官员向已故的首相馈赠礼金，自然数额也是非常惊人的。不过大家也知道，这些礼金除了皇室的以外，其他的其实都要还的。将来人家办丧事，张府也要送一份礼金。学者陈理荣先生曾经做过一次统计，考注万历起居注，发现从万历元年到万历10年，皇室对张居正的例行赏赐就有98次，所获财物光白银变为8908两，银八宝1080两，金八宝36个，白金495两，铜钱计11万贯。另外还有大量的物品，比如说彩缎、丝、蟒衣等等。除了张居正个人的收入以外，因为这次查抄的是张府的全部收入，张府中除了张居正以外，还有他6个儿子，其中4个儿子已经是入仕了，他们也都有俸禄，而且这4个儿子也都结婚了。也就是说，查抄的这些资产中，还有4个已经是朝中官员的他的儿子的财产。而且大家不要忘了，
4个已经结婚的儿子，他们的夫人还都带来了陪嫁。张居正的4个儿媳都是出自于官宦之家，他们的陪嫁应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除了以上这些收入以外，张居正还有大量的田产，有田产自然就有田租的收入，这些也都可以折算成金银。虽然说我们无法理清张居正的这些正常收入能否达到被查抄的这个金额，但是呢，我们可以合理的猜度一下，以张居正在朝中的地位，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如果他想贪的话，哪怕只是贪一点点，他的财产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且贪通常不会只贪一点点，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以张居正在内阁16年的履历，他要是贪的话，贪的金额也不知能有多少了。而且陈理荣先生查阅《张太岳集》中收录的张居正与朋友们的往来信件，其中有95处提到了馈赠礼品之事。张居正对那些馈赠给他礼品的人都说：“非所敢当，则复变者规避，统为量源。”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张居正的大儿子张敬修在临死之际对严刑拷打他的张承邱顺说：“击赏之外无私入。”这是他在用生命为他的老父鸣冤呢。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张居正并非贪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万历皇帝最终给张居正定的罪名。虽然已经是欲加之罪了，但其中却偏偏找不到一个贪字。张家经过此次抄家，可以说是彻底的败落。在这次抄家中，长子张敬修遭受了严刑拷打，最后他不甘受辱，自缢而亡。三子曾经的状元张茂修投井自杀未死，但落下了终身残疾。其他的儿子也都被发配，从此再无踪影。张家经此大难，可以说是彻底的败落。但薪火相传，风骨犹在。张居正的第5子张允修被抄家的时候，他只有17岁。后来到了崇祯年间，这时候张居正早已经被平反，他也出来做官。到了崇祯17年，那时候大明王朝已经是大势已去，张献忠攻克了江陵。考虑到张居正曾经的威望，张献忠请张允修出来做官，但张允修严词拒绝，绝食而亡。他还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唇中事业成仙韵，捧日肝肠起厚多。愿将心化铮铮铁，万死从中气不磨。”最悲壮的还有张居正的后人张同场，他是张居正的长子，自缢而亡的张敬修的孙子，也就是张居正的曾孙。张同场后来也是出来做官，不过他所效忠的是大明王朝最后的那点星火——南明政权。张同场文武全才，每次在与清军的战斗中都是身先士卒，深得士兵们的爱戴。后来南明政权在清军的打压之下，已经是大势已去。当时清军围困桂林，桂林的守军已经全部撤退，城中只留下了留守屈世嗣一人，他是想与城共存亡的。这时候担任总督之职的张同场，这时候他身边也已经没有了军队，他一个人覆水潜入了桂林城。屈世嗣见到了张同场，说：“你怎么来了？我是留守，与城共存亡，那是我的职责所在。总督您就不必再次陪我一起死了。”张同场听了以后仰天大笑，说道：“昔人耻独为君子，公故不许同场共死乎？”屈世嗣听罢也是哈哈大笑，两个人把酒赋诗唱和，浑然不顾外面敌军将至。后来两人被捕，清军将领孔有德劝两人投降，两人不肯，说：“那你不投降可以，那你们就出家吧。”两个人也不肯。孔有德将他们关押起来，两个人分别关押，中间隔着一堵墙。就在这49天的时间里，两个人在一起依然是赋诗作和。最后孔有德大怒，下令将二人斩杀。张同场正装赴死，在他的头颅被砍下的那一刻，他的身体并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向前又迈了3步。史书云：“师直立，手坠月而前者3，人界必异。”
据民间传说，后来李定国收复桂林，百姓们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张同场和屈师嗣两个人并肩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直接走入了孔有德的府里。泼向张居正的污水远不止贪腐一说，还有那顶32人抬的大轿。是这样说的：万历6年，张居正回乡葬父，当时的真定的知府钱普送给了张居正一顶32人抬的大轿，这根本就不是一座轿，而是一室一厅，上面有书房，还有卧室，还有2个小童伺候。张居正就坐在这顶大轿之中招摇过市，简直是骄姿至极。咱们先来说说这有无可能。按照明朝的礼法规定，5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坐轿，而且只能坐4人抬的轿子。如果有人敢坐8人抬的轿子的话，那么看见的人可以立刻举报，坐轿的人必将受到重罚。在明朝以及后来的清朝，皇帝出行坐轿，坐的轿子最多也就是16个人抬的。这些礼制，身为首辅的张居正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又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坐着32人抬的比皇帝规格还高的大轿招摇过市呢？张居正是活够了吗？沿途这么多的官民看着，谁都可以据此参他一本。这种说法是不是也太低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这样的轿子，真定知府钱普敢送吗？就是他敢送，张居正敢收吗？就好比你现在马上就要登基了，给你送行的朋友这时候递给你一包毒品，跟你说路上饿了就吃2口吧，闲着也是闲着。这时候你一定会高度质疑，我这交的都是什么朋友啊？登基之前你送我这东西让我吃，这东西能生吃吗？不是，你送我这东西不就相当于送我一副手铐吗？虽然32人大轿这事儿听起来就很不靠谱，但这种说法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盲目的追随。其实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已经有人著文说明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明末清初的文人梁清远在他的一部书叫《雕丘杂录》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也既言江陵相预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不虞以媚之，不虞内庶童子执佛乎拱义，无益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捐教无益恒志，但教棒2童子执佛不随耳，无不欲之说也。此非先祖目观，未有不信为真者，也使俱可评乎？这段记载明白无误地表明，当时张居正过真定时所乘的轿是完全符合恒制的，并没有僭越之举。梁清远的先祖叫梁梦龙，他当时就是河北真定人，也是在朝中为官。那么32人大轿这种说法的出处又是在哪儿呢？这种说法最早是出自于一本书，作者叫王士祯。王士祯也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后七子之一。他跟张居正一样，从小就被人称作神童。他出身的家世要比张居正高贵得多。很巧，两个人居然是同科的进士，同朝为官又是同科进士，两个人最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但很快在政坛之上，张居正明显比王士祯更有才能。王士祯的父亲后来被严嵩治罪，王士祯和他的弟弟跪在严嵩的府前求告，但严嵩依旧惩处了他的父亲。王士祯也因此仕途受挫，一直到严嵩倒台，张居正担任首辅，张居正又重新提拔了王士祯，让他担任了一个布政司的职务。后来王士祯因为办事不力，遭到了张居正的责骂，王士祯因此怀恨，他上了一份奏折，其中暗讽张居正擅权。张居正一怒之下就停了他的俸禄，两个人之间也就算正式结下了仇。王士祯写了一本书叫《嘉靖以来首辅传》，这本书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骂两个人，一个是严嵩，一个就是张居正。这32人所抬之大轿就是出自于这本书的记载。后来沈德福的《万历野获编》也采纳了这种说法。沈德福的这本书是成书于万历34年，那时候的张居正还处于举朝皆锁其罪，
不敢言其功的状态之下。虽然张居正已经去世了20多年，但他的影响力仍在清算之中。所以沈德福在《万历野获编》中的这样记载是颇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的。同样在这部书中还提到了张居正生活糜烂，身边是侍妾众多，房事无度。为了弥补身体上的不足，张居正还特意收了礼，收了很多袜纳旗。袜纳旗是什么呀？就是海狗肾，又叫海狗鞭。鞭是干什么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是赶车用的。而且送张居正这些海狗鞭的还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戚继光曾经给张居正送过礼，这件事情确实有。在张居正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戚继光给张居正的弟弟送了礼，让他转交张居正。张居正只是礼节性的收了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又退回了戚继光，但从来没有提到过张居正收的这小部分就是海狗鞭。但沈德福却认定张居正你收的就是海狗鞭，而且你还没少吃。他是这样说的：媚药中又有瓦纳奇，俗名海狗肾。昔张江陵末年以积事多，不能遍及，专取剂药，终与热发。严冬不能凋茂，百官冬月遂成命耳，无一人敢遇。张竟以此病亡。按沈德福的说法，张居正食完药以后感觉身体大热，冬天都可以不戴帽子，百官见到了也不敢戴。最后张居正就死在了这副春药上。关于张居正的死，王世贞也有类似的记载。他是这样说的：居正则亦已病矣，并得之多郁内而不己，则日食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泻之其下成滞，而脾弱不能进食。就是说，张居正服用了媚药以后，感觉身体发热不舒服，于是就饮一些寒剂，最后导致了寒冷相交，身体上就长了一个痣，最后张居正就死在了这个痣上，确切的说，就死在了春药之上。事实上，按史书记载，张居正是死于痔疮。张居正久坐，所以身体上确实长了一个痣。后来有一个医生说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去除这颗痣，没想到张居正做完手术以后，可能是因为当时并没有有效的抗感染药物，所以伤口久不愈，最后因此去世。到了现代，一些医学专家根据张居正的症状做出了一个猜想，说张居正有可能是死于直肠癌。关于张居正的私生活，史书上少有记载，只知道张居正的原配夫人姓顾，两人非常的恩爱，但顾氏早逝，张居正还特意写了几首悼亡诗来怀念亡妻。至于后面张居正是否有很多的姬妾，他是否房事过度，这些都无从记载。那些对这类事情言之凿凿的人，一定是捕风捉影，这样的人品行堪忧。退一万步讲，张居正即使是身边侍妾众多，房事无度，又干你什么事儿了？张居正是强抢民女了，还是逼良为娼了？那时候又不是一夫一妻制，堂堂的首辅有几个侍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还有一盆污水更加的离奇，是说张居正居然私通李太后，说张居正的后花园中有一条地道直通李太后的寝宫。发现了张居正这件事情的人叫艾自修，他也因此写了一首诗，叫《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睡龙床》。张居正私通李太后的事情本身就是无稽之谈，那个民间传说也是不值一辩。但这类事情通常都会流传得很广，而且越传越走样，而且流毒也很深远。即使是到了现代，有些教授们还对此事情是津津乐道。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在此呢我就不赘述了。有人说李太后与张居正年龄相仿，而且相濡以沫了10多年，可能会产生情愫，但实际上李太后比张居正要小21岁，张居正比李太后的父亲李伟还要大2岁。
张居正虽然确实是一个帅哥，李太后也是容貌出众，当时李太后只有28岁，张居正已经是49岁，这根本就不是一代人，还说什么年龄相仿。而且大家别忘了，这是在明朝，那时候程朱理学已经占据了道德的最高位，身为太后，李太后是要做全民的表率的。而且李太后本人贫苦出身，她的父亲不过是个泥瓦匠，她一生谨小慎微，就是为了能够保持住她现在拥有的一切。而且她本人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怎么可能会和比她父亲大的张居正产生什么情愫？对于张居正，他更多的是尊重，当然了，里面肯定也会有利用的成分，但绝对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感情。张居正更是如此。海瑞曾经说过，张居正功于谋国，拙于谋身。其实张居正怎么是拙于谋身？他是不屑于那么干。像张居正这样立志成大事的人，是不在乎那些得失损益的。既然上天已经给了他一副不同的羽毛，他就不在乎迎面泼来的盆盆污水。张居正自己也说过，大丈夫愿以身许国，许知己，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改革者张居正这样的遭遇，也给后来的明朝留下了诸多弊端。张居正之后的首辅们，申时行也好，王希爵也好，他们都不敢再进行类似张居正那样的改革，只能是因循守旧，浑浑噩噩。以至于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得庸相百，不若得旧时之相一也。这个旧时之相指的就是张居正。知我罪我，其为春秋。面对迎面扑来的污水，张居正肯定不会在乎，不管他是污是清，但历史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自张居正后，世间再无张居正。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